大家好，我是雅果小许。然后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一台新款的X3000双驱的电动折叠自行车。这台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说，你在市面上你会看不太到折叠车，然后搭配双驱的系统。那这台就很特别，就是你在市面上找不太到这样的商品。双驱是指双驱就是说前驱跟后驱，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一一跟各位介绍一下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车头的部分，车头部分我们是做 U 型板，然后彩色的液晶面板，7段变速，好，这个是进档，这个是退档，这是进档，然后做油刹，油刹。这油刹的部分的话，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它调整的部分是调整，不是调下面。这个调整的部分是调整这个把的松紧度。如果太松，我们就把它转紧一点，它就会变，把手会变比较紧。它这个好像是调它的展开度。展开度对，应该是说它的展开度，其实没有什么变，只是说它的硬度本来可以到这边，然后你把它调紧，它就变到这边，比较好刹。对，会比较好刹啊。看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好，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开机、关机，开机、关机跟它的操控界面都在这个位置。底下的部分是一个喇叭，底下是一个喇叭，喇叭键在这边。OK， 好，那我们现在开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 USB 充电孔吗？没有，这个还没有 USB 充电孔。因为它把它做成喇叭，所以它没有 USB 的作用。那有些车这边是做 USB。好，我们开机完，来我们看一下液晶界面。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电池电量、时速表。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模式，这个是省电模式。然后再按二档的话就是 Normal， 然后3档也是，然后4档的话就是 Sport 的模式，5档也是。4、5档的话，基本上就是时速最快的，就这是档位的部分。0的话就是完全不带电，1档的话就我们看一下1档最快时速到多少，就是标准的大概时速24左右，2、3、4、5档，看一下，时速将近50。5档时速将近50，这是空转时速，这是开单驱哦。双驱的话，加速性会更好，但是时速应该也是在50左右了。会骑到50吗？如果有载重的话，我上次因为距离不够，就是在我们新竹店那边骑，你那个短距离可以骑到46、47没问题。46、47没问题。那这边会有一个 B 呢 ，A、B、C 那个 B 哈。这个是我们的前驱、后驱、双驱的切换，长压加呢，它就切成双驱的模式。丢着双驱。那再长压呢，它就变成前驱的模式 ，F 就是前驱模式。Front 前面。我们再压，它又回到后驱的部分。这是 Back 就是 B。这个是总公里数，然后我们按这个 I 键，它就会去切换它的单次公里数。然后最高时速，然后这个是平均时速，好 ，OK， 做循环切换，那切回来就会总公里数，好，这是龙头的部分。那前叉的部分呢，它是做软硬可以调的，软硬可调的避震，它都配这种车都全部都是配高叉，没有低叉版。可以试一下转到最硬跟转到最松。我们转到最。来看一下，这个是最硬，这个是最硬，然后我们转到软一点，转到最软，好，就有明显的差别。避震行程还蛮大的，对，冲程会比较长，所以你要玩一些林道off road 的，其实它还蛮适合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灯的部分，大灯的部分它是有一个风镜，大灯键在这边。那大灯的话，它是做网状式的，格栅式的，中间有配一个鱼眼头灯，开灯给大家看。
上下角度可以调吗？上下角度不太能调，它的角度不大，因为它有装一个风镜在这上面。不过它这个照的角度也差不多是我们行进间的行进间角度，它都已经设计好了，哎，所以角度不用刻意去调整。我们可以看一下光投射出去的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大灯的位置。好，这个距离大概只有不到2公尺。好，但是它照的距离就是比较偏下方，然后聚焦灯光的聚焦，横式的啦，哎，横式的，所以它的角度是 OK 的，好，也不会照得太高。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那个前面呢，它是也有挡泥板，然后轮胎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这边里面有做一些橘色的，这个应该是造型的部分啊，好。然后前面是一颗大的1000瓦的电机，哦，上面有看得到吗？电机，这边，啊，没有，这里有写，可以。不过你骑你就知道它是1000瓦。刹车的话是油刹，油压刹车，然后这配180的。180的厚，哎，比较厚的碟盘，比较厚的碟盘。这个碟盘真的是比较厚，对，比较厚，跟一般自行车的不一样。嘿，这个刹车力道才够啊，要不然力道不够。好，我们开大灯的时候呢，尾灯就是很亮，刹车的时候就会再闪一下。那如果我把大灯关掉，好，刹车一样会亮灯。OK。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身的部分。车身的部分的话，这边是电池仓，那这电池是配20A 的大电池，20AH 的，20AH 的大电池。那这颗电池是配3星的，好，3星的电芯，好，所以它的寿命也是可以使用的期间也是会比较长一点。好，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置杯架的孔。好，所以你这边要放杯子啊，或者放一些包包什么的，就可以用这个有做一个洞，好，可以去锁。那这边都是我们的控制器跟充电孔，啊，控制器的仓跟充电孔在这个位置。哦，充电可以直接插在上面充。哎，充电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充，也可以把电池拆下来充。好，坐垫的长度呢？好，它就是这么多，这边有一个齿痕啊，我们尽量骑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齿痕为主啊。我看齿痕，齿痕在这边，它会比550 Plus 再矮个1公分左右。好，然后你看一下，我身高172啊，调到比较高的位置是在这里，然后你调到最低的位置在这边。好，我坐上去172，坐上去，其实我的2只脚可以平踩，好，刚刚好是平踩。那如果矮一点点的话，就稍微踮脚尖。好，现在是2只脚可以平踩。OK， 可以试一下它的避震吗？那后面的话，这边也有一只避震。好，那我们试一下后面的避震给你们看。好。OK， 它后面有一个避震。踏板的部分呢，它是做不可折的，好，不可以收折的，好，所以这个比较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好像是在公路他们在用的那种。对，它比较属于公路胎，那上面会有铆钉的形状，然后抓鞋子的那个抓地力会比较好一点。这个踏板如果要自己改的话，可以改吗？可以啊，它是公规的啊，你要改折叠的或用换公路车的那种踏板都可以。不然就可以换成这种，就是你常常在收折的话，当然是换这种会对收折会比较方便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要踩踏比较舒适一点的话，还是要这种的。好，你看大小也有差。OK， 好，那这种踩踏会比较舒服一点。这个结构承载力会比较高。好，后面的部分它铁架也是跟550 Plus 不太一样，它是做整个是铁的，好，但是它这边还有做一个面板，对，铁板式的，哦，质感上当然就是明显的高级许多，
高级了许多。屁股直接坐也比较不会痛。对，屁股直接坐，它还是加坐垫还是加个坐垫会比较舒服一点。好，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后轮也是配180，然后配油刹，然后后面也是一颗1000瓦的电机。然后我们来看看它那个牙盘的部分。好，牙盘的部分的话，它是配52的吧？对，好，52的牙盘。好，然后 Shimano 的变速器。这台车它就没有配警报器，然后它配2把的那个电池的钥匙。好，2把电池的钥匙。好，我们来这样就没有遥控器了，还没有遥控器。可以量一下坐垫的高度吗？我们先量，好，量给各位看，这是最低的哈。来看得到吗？大概是86哈，86.5， 86，对，好，86。脚如果是坐垫是宽的，你的脚就要踮脚；可是你的坐垫是窄的，脚就可以平踩。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只能纯看高度的部分，像你看那个 CT20，那种大车，它的如果是一样的高度，我就必须要踮脚这样。因为它的坐垫前面有做收肩对，收肩的。其实我们正确骑的姿势是要把它调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的踏板才有办法平踩，脚才有办法伸直。我的脚这样子，我已经把坐垫拉高了，脚还是弯的，所以还要再高一些，会比较好踩。脚比较有办法伸直，你的骑乘的才会比较好，比较舒服。踩。我有个问题，这个有客人在问说，像这种的车的坐垫可以自己更换吗？可以，因为它是公版的。我们给你看一下啊，底座是这种的。所以你要换一般脚踏车，只要看到底座是这样子，它都可以用夹具去夹，就是把这个螺丝卸掉，然后去做夹具去夹新的坐垫就可以了。那这个椅垫可以调仰角吗？也可以调仰角。你注意看，它这边有个弧形，你把螺丝松掉之后，它这个弧形可以去做改变。前后也可以吗？前后的话，弧度不算太大啦，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去做调整。就是这个可以调到对，前进后退，对。如果你说这边的距离太长，我们可以调牛角把，就是牛角把它往后弯一点点，或往前趴一点点。牛角把的好处就在这边。那或者坐垫往前挪一点点，或往后挪一点点。就看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身形不一样，然后去做调整。看你怎么骑，觉得怎么骑会比较轻松。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车子的总长。因为它是前轮有做电机，所以它没有做快拆的机构。所以你不能拆轮胎，所以我们现在这台车，如果你比较在意收纳的部分的话，我们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长度。你那边帮我拉，车长大概180，整台车长大概180公分左右。车把的宽度，总宽大概是在71点多，不到72。差不多了，72。把手高度，我们把它扶正。把手高度，我们量到最高的地方了。那110啊。大概110左右。高度大概110左右。因为它都是不可调的，所以你们如果有收纳空间的话，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收折吧。收折就很简单，因为他说不能折不能拆，所以他就只有拆这个。这个只要往前推往外搬就开了。开了之后呢，然后开了一样那个踏板做水平，脚架升起来之后，车子因为它车子比较重一点点我们去转车身，然后底下有一个停车架，就把它摆着就好了。你在收折的时候，可以建议把那个刹车握着啦，轮胎比较不会滚动。对。
好，我们看一下收折起来的长度。哎，它车的龙头就不能折了嘛？对，来收折的长度看一下，你抓103了，还有多。好103还有多一点点。好，那它收折的高度，我们量到最高，收折最高的高度101。好101。好，101，最高大概厚度它的厚啊。厚度哈，车把那就直接量车把了。你抓75以内，75连踏板，因为踏板是不能收的。OK。你就抓75左右。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电池的拆卸哈。拆电池的时候，手扶的电池啊，不然它会往下滑。然后钥匙孔是在下方。啊，你注意看这边，转下来，滑出来，有没有？这个电池是真的很大颗，我们看一下啊。电池它比较肥耶，比较胖，所以它的电池没有跟550或者是其他的X3000共用啊，它是单独一个规格的电池，所以不能共用。48伏20A， 好，965瓦小时哈。然后这颗是3星的电芯，好，电池的位置这边。那我们还是再讲一次的啊，这边有3段，这个是1段，就是解锁、上锁，再一个上锁，这个上锁钥匙不能拔，或1段钥匙可以拔。好，那你要解锁的时候，钥匙往下压，好，再转，好，你没往下压转不动，要往下压再转，它才可以做解锁动作。OK， 电池多重啊？电池啊，我们量一下重量哦，这电池真的有点重量哦。多重？4.6公斤啊，真的不轻哦，4.6公斤。那我们整车的重量的话，会在我们直接量车子重量啊，是怎么量呢？你先量你的体重，然后再报车子的体重。你的体重是秘密吗？75.25啊，我的体重75.25，不要少报呢。没有多报。我现在看啊，因为我穿的比较重。我是穿的比较多。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车的重量哈。我们现在电池是拆下来的。哎呀，109.2。好，109.2扣掉我的体重，109.2扣掉75，所以34公斤，再加上电池4.6，啊，38公斤，38.8，差不多39， 39公斤左右。好，整车在39公斤左右，这个真的要一个人扛上去是有点辛苦哦，这有点重，好，跟抱一个女朋友，比较胖的女朋友差不多。OK， 电池可以单独充电吗？电池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电池充电那个充电口，单独一个电池充电口，这边可以直接充。我们因为这边没有那个上下坡可以试哈，我试一些比较崎岖的路面给大家看一下。好，例如说像前面那个坎，我们看能不能直接上。好，我们上来啊。这边比较高哦，这边上不去，这个太高了，斜的不行，正的应该可以上啊。好，我们正的上啊，这个因为这坎还是真的蛮高的。这个缓冲区太短。哎呀，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你看一下双驱哈，双驱的马力多大哈？这个吹油哈就直接就空转了，像我们在这种泥巴地有没有？好，有没有看到轮胎直接空转了？它的力道是真的很大。好，我们在前面直接加速哦，看它到多快。
好，刹车。好，我现在开了双驱啊，所以你看那个起步哦，起步很有力。你看它前轮，再一次，这很有力啊。这基本上你要在2个大人上山，基本上你开双驱是没问题。当然，双驱它会比较耗电。好，我们主要还是平常我们还是切在单驱就可以了。好，单驱的后驱或前驱，好来去做切换。那用前驱骑的话呢？好，用前驱骑啊，前驱骑会有个拉力，后驱骑会有个推力。好，我们用前驱骑看看。应该前轮会空转吧？好，前驱。前驱骑会有一个拉动的力量，然后后驱的话，它是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应该就是后驱骑比较习惯吧？对，后驱骑会比较习惯。好，后驱骑会比较习惯一点，因为我们人的重量会在后面。后驱骑的话，它前驱的话会变成，前面会先空转，对，打磨。后驱骑的感觉的那个动力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人的重量在后面，前面比较轻。你如果前驱骑的话，会带动会比较慢一点点。你后驱骑的话，后面有人推你的那个动力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人的重量在后面。好，好，我今天就大概就只能这样试而已啦。好，可以试一些那个上下坡，一些比较坑坑洼洼的路段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度大概是到这里12公分。这个坎的高度16公分。我们刚才去试骑了一下嘛，就你看到一些比较坑坑洼洼的坡坎哦，那就是它的上下坡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后面如果再载一个大人，基本上你也不会骑那种路啊。但是你要上山，双驱载一个大人上山是 OK 的。或是平常如果要上天桥，上天桥其实单驱就够了。上天桥基本上上天桥啊，如果地下道啊，两个大人的话，2个大人的话上天桥就不会有受重力的问题了，那就轻轻松松就可以带上去了。所以这很适合什么人玩？喜欢玩骑林道的。然后喜欢去露营的，因为露营的地方会比较路面比较陡嘛，然后他们就很适合这种车。再来就是说，双驱再带折叠车，基本上，市面上应该没有太多这种车可以选择，大部分都不能折，大部分都是不能折的。好，大部分都是不能折的。再一个是肥胎搭配的是越野胎，所以你要骑一些比较特殊的路况，其实这台车你骑起来会蛮爽的。好。车子的续航力呢？车子续航力，因为它是配20AH 的电池，我们用换算的方式啦，20AH 的电池，我们实际骑的话，如果是用在1档、2档，实际骑的公里数会落在100，电助力会落在100公里左右。好，实际骑的像我的体重，骑它就可以续航到100出头公里。那纯电力呢？纯电你就要看你是单驱、双驱。好，我们就讲单驱的部分好了，双驱基本上就是打对半。好，纯电的部分的话，抓在50-60。好，纯电的话大概50-60。如果你是双驱纯电的话，大概你抓30-40，差不多就没电了。不过一般道路骑不会开，一般道路骑你不会去开双驱啊，除非你就是为了炫耀那个动力啊。那个加速感啊，你坐上去你就发现那个加速感是现在目前我们店里面车子除了滑板车之外啦，自行车来讲，这台动力是最强的，最强的。好，如果开双驱来讲的话，还有这台车它没有配方向灯，对不对？对，它没有配方向灯。好，然后它会有，我们现在刚开始会进这个颜色，好。就是黑色配橘色，那它还有一个是黑色配什么？灰色。好，灰色。但是现在大众还是比较偏向黑色、橘色，跳色很明显。然后在晚上骑乘的时候，我觉得这颜色就是真的帅啊。然后再搭配这个轮胎的圈也是橘色的，
啊，整台车就真的是帅气十足，啊，然后又可以虽然重，但是它最起码可以上得了车，好，最起码还是可以上得了车。你真的要带它出去玩，真的蛮赞的。你其实有时候你们可能是2夫妻骑一台车就够了，我们顶多再加个坐垫啊、踏板，然后一台车就够了，不用带到2台车。方向灯的部分哈，方向灯部分可以选配加装，好，那原厂呢它是配刹车灯而已，好，那方向灯的话可以加这种方向灯、大灯、刹车灯。啊，那方向灯的部分呢，它只有这个尾灯的部分有方向灯，哦，前面是没有，跟650不一样，650是连前面都有方向灯，那后面是没有的，好，那这台如果你要改的话，就只有改后面的部分而已，好，那个就可有可无啦，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如果需要你就再加装就好了，再来改装就好了，后面如果要载人的话，是可以加装。后面的话你要载人，像它的比较大嘛，我们就会加这种大块的坐垫，好，刚刚好，好，再加上两边的有折叠的踏板，好，这块又大又舒服，好，又大又舒服，好，然后再加上踏板 ，OK， 就可以载人了。好，就可以载人。对这台车有兴趣的呢，欢迎到各店去试乘。然后我们现在每家店都有试乘车。那这是2024年准备上市的车子，那已经可以开始交车了。我们现在是12月嘛，已经可以开始交车了。有需要的，有喜欢的，好，或者想要尝试一下它的动力，可以欢迎到我们各店去试乘。好，这个试乘完包着你会满意，试了就会买了。是的就会买。那我们这台真的是值得你们去买。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边。好，有兴趣到各店去体验一下。好，谢谢。